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内向的，就是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，被你看出来了。你都要提前做点这个俯卧撑什么的，让这个肌肉充血。没有卖肉啊，没有卖肉的嫌疑。Hello， 优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呢，在《珠帘玉幕》当中饰演燕子京。比较重要的地点啊。对于我来说，可能大漠这一撇就是还是比较精彩的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打卡地。那下一个狼环屋呢，也是感情上的一个转折。然后扬州呢，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要抵达的目的地嘛。所有的一切和这个故事的终结都在这个地方结束。你看着是个很 E 的人，但感觉这个角色还是蛮 I 的。在现场会为了角色的状态而保持高冷吗？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内向的。你没有回音吗？没有，为什么我有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算了，我有回音。我相信一会儿连放麦应该没事。我反对。大家有的时候看我直播啊，或者是上什么综艺啊，看我聊天，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开朗的人。其实就是如果不是工作状态，话很少的。这跟燕子莹这个角色是有一些相似的。这次拍戏有没有以往没有过的新鲜体验呢？还真有。这次演一个商人嘛，已经没演过这种做买卖的人。这次第一次就是在古代经商，因为我算是一个珠宝商嘛，然后在里面还涉及到很多相应的珠宝上的一些专业知识，比如说这个西域的珠宝有什么东西啊，色泽啊，什么铜雅钴啊这些东西，我之前都是没有听说过的一些东西。这2天也有幸拍到了你受伤的床戏，这种让观众嘶哈的戏份会多吗？受伤的床戏就是其实这个就受伤躺在床上嘛，是吧？重点不是受伤躺在床上，就露了一块肉是吧？也还好了，因为这个像别的男演员身材特别棒，你让人看看行，我这收拾跟猴似的，看不看其实无所谓了。它主要是体现的一个男女主的情感的东西，没有卖肉啊，没有卖肉的嫌疑。那天拍那场戏的，就那场床戏的时候做了多少个？50个吧，还好。Get about it. Got you running in circles. 分2次做，因为都会是吧？你比如说你可能要哪怕是露个肩膀或者露个这个上半身啊，你都要提前做点这个俯卧撑什么的，让这个肌肉充血，然后看起来别那么瘦弱就行了。因为你在剧里动不动就一个能打10个，然后你看你一脱衣服跟杆似的，那也不太行。那像这种就是对我们来说，对观众是杀的，是这种多吗？其实不算多。对，它主要还是这个以智商取胜的啊。其实知道您生活中很爱盘串，因为这次剧中也有盘串。有关于您盘串的评论，你有看到过吗？看到了，还挺多人关注到。开始玩串之后，我会发现手机基本都不会碰。对，而且它会减少你的压力，让你没那么浮躁。就有的时候心里特别焦虑的时候，比如说盘一会儿看一看，然后盘一会儿看，你就会慢慢静心下来，还挺好的。没错，它真的会解除一些焦虑，解压。关于你盘串，有网友评论说你是精心打磨的匠人精神，估计睡觉都在盘。对此你的回应是？被你看出来了，因为我睡觉戴2个手套，睡觉前这边戴着那个手套，然后盘睡着了，然后醒了半夜醒了，看手里拿着串再盘一会儿，然后就继续睡。真的是这样的啊。然后虽然说我有匠人精神，但目前来说我买了好几10条串，一条也没盘出来呢。慢慢来吧啊。那再说回来，其实剧中的角色也在盘串，这个设定是您加的，还是刚好碰巧呢？因为我在想的是，我是个珠宝商人，我可以搞一些这些什么首饰啊，在手里盘玩。但是那个我们剧方呢，可能在我没来这个戏之前就已经关注到网上，可能是看到我盘串，他们就真的说，在做这些道具的，就是我们造型组给我做了一个那个串，让我在剧里盘着。但盘着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组不止我一个角色盘。这个更多一个人在盘，然后是的，是的，严格体制哈。是的。